地球上的水真的很多吗？因为最近啊，也有不少人圈我，就这个，惊奇，地球抽的水竟然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说过它不是，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图源自于 NASA 做的一个地球重力场的夸张图，圈重点，重力场夸张啊！所以估计相信这个的人，他的地理常识应该是不会超过初中的，完全无视这张图里面青藏高原的高度啊，还没有大海里的那个印尼群岛高呢啊！其实啊，与高度相反，地球上反倒是部分大洋地壳所在处啊会重力偏高，所以才有了这样神奇的图片。那么地球本身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呢？它两极半径6357千米，赤道半径6378千米。虽然号称椭球体，但这种椭球体就如果你缩篮球那么大的话，你是根本看不出这么细微的差别的，非常远。而地球上的山脉、大海都啥样的？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000米，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11千米，比起半径6000多千米的地球，那是啥也都不算啊！地球比你见过的任何一个球都要光滑得很，所以如果把地球所有的水都抽出来，它也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所有的大陆只是淡淡的花纹而已，连花纹你都看不清。不过尽管这样啊，我们对大地和大海的了解还是异常薄弱的。虽然人类可以看到100亿光年外的星云，但是人类最深的钻井也不过是12公里深。如果地球是一个鸡蛋的话啊，我们连那个鸡蛋壳都没有打透呢。内部地幔、地核的一切大多是源于演算和推测的。我们一切的文明啊，也不过是这个小星球表面上的尘埃而已。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呢，无视真正科学家穷其一生的探索，看一些7、8手的网文、老营销号，我终于让年久失修的大脑有了一定的润滑，张口就来，是战天斗地啊！说真的，如果有那功夫，还不如给你家宝贝多赚点钱，请个好点的老师，别让你悲惨的命运在他身上重演比较好。只要看过三国啊，都知道这里面的人除了名本身，都还有一个字，是吧？表字。不过大家是否发现啊，其实每个人的名和字啊，都有一种强烈的呼应。就比如赵云字子龙啊，云龙是吧？关羽字云长，羽云；张飞字翼德啊，飞翼。你看这意思都差不多。再比如这几个啊，孙策字伯服啊，这个策本身就有分封任命的意思，服最早就是服从封地的意思。孙权字仲谋，权谋嘛，是吧？看他俩的名字你也看出来了啊，这个古代人排号伯仲书记或者孟仲书记，所以这个人的字啊，无非就是找了一个名的近义词，又加了一个排行而已啊。除了排行呢，一般也会加上比如公子之类的美称啊，就比如袁术、袁公路是吧？不是他俩开守卫战啊，术和路本身就是方法和路径的含义。鲁肃字子敬是吧？肃然起敬嘛。再比如曹植、曹子建是吧？直剑本意呢，都是往地里插木头的意思。周瑜字公瑾，看这片牌也看出来了，瑜和瑾都是一种玉啊，美玉的名称。蒋琬字公衍啊，也是这么回事。而刘禅、刘阿斗是吧？字公嗣，封禅四国啊，都是封地传位的意思，也是近义词。还有一些看起来就更直接了，魏延字文长是吧？也延长啊，延长。姜维字伯约嘛是吧？维系约束嘛。再比如啊，诸葛亮字孔明是吧？明亮嘛，明亮至极呀。而且他又取自《诗经》，这四世孔明啊，你看不愧是琅琊氏族，非常有文化是吧？还有一些不太容易看出来的，这个司马懿字仲达啊，懿呢本身意思是美好，达呢通达优秀嘛，达人嘛是吧？刘备字玄德啊，备玄都有厚重的意味，装备玄铁嘛，天塌地陷紫金锤呀，是吧？吕布字奉先，这布可不是布头，而是布施散布的意思，和奉表示那个奉送是近义的。至于这个曹操才是最好玩的，其实操这个字古音就有平去两声，直到如今啊，大多数方言这个操都是个多音字。拿北京话来说，平声的操啊，表示拿起使用的啊，操作、操持等等啊，而去声的这个操呢，表示品德、德性啊，比如操性是吧？所以呢，这孟中书记是吧？曹操、曹孟德拿德相配，他就应该叫曹操啊，只不过这个字被某个脏字影响了，所以大家只能居中就叫他曹操了啊。如果看一下曹操这一大家子，我和曹操、曹丕、曹真、曹爽啊，连起来就是曹真爽啊！最近又发现有人劝我这个玩意儿了啊！一堆老营销号用了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这个单倍型分布的图片，瞎编了一个基因已经证实了中国人日本人祖宗的题目，然后呱唧呱唧收了一票不知道什么人的赞。我都说了，他不是啊！我们先来看几个日本著名明星的照片，比如这个平井坚啊，这个阿部宽啊，我不说是日本人，你还以为是中东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类被称作浓颜系的日本人，不仅不是什么混血，什么美国大兵什么什么的后代啊，反倒是日本最早土著的后裔。和这些老营销号说的正好相反。从基因上来说，在东亚诸国 Virus 的抽样中啊，不同于其他国家压倒性的欧单倍型，日本呢则独有高频的 D 单倍型。这个类型大多分布于印度洋、青藏高原等地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存在。如果你去过日本，你会发现那种长相的日本人和这种长得和我们很类似的日本人啊，几乎能占到一半一半。日本的血统是怎么回事？怎么差别这么大呢？其实早在2500年前，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那个春秋时期啊，他们
们还是那个草学豹儿的石器时代呢，日本称之为绳文时代、熊本时代。没想到仅仅过了300年左右，日本就迅速的和中国的秦汉一样，跳跃到了使用铁器的农耕时代。我不说你能想到估计来了什么外星人了啊！其实，在考古上啊，日本也确实在2000年前啊，也就是中国的秦汉时期，涌入了一波叫做杜兰人的外来户，给他们带来了铁器、农耕等高科技啊。而在日本的传说中也非常巧，有着女神天照大神以后代为天皇，建立大和亚麻头政权，东征彝族的故事。中国这边的记载就更好玩了，在汉末三国的时候啊，北方的魏国遇到了东方岛国野马台国的首领巫女卑弥呼啊，派遣使者前来，送了几个麻袋片、几个中劳力当礼物。哇，当时的皇帝是瑞名曹睿，小个龙心大悦，我勒个天，还有不到1亩的成年男子的骑行种啊！于是呢，又回赠了几个铜镜子、杂物和丝绸回去了。好玩的是呢，日本的天皇传位不传玉玺，反倒传3个啊，一个叫八指镜，一个叫八尺琼勾玉，一个叫天聪云剑的3神器的玩意儿。这个时候一定有人说了啊，我估计应该是徐福东渡吧，中国人跑过去建立了大和政权，然后同化合并了当地的土著，形成了如今的日本人。啊，他可能又不是啊！早在汉朝的时候啊，其实中国的东北啊，曾经兴起过一个非常神奇的政权，非常强大，叫高句丽，简称高句丽这仨字儿。建立高句丽的呢，是一个叫做扶余人的民族，你可能没听说过啊。他们源自于如今吉林中部一带，曾经强盛意识向南扩张，不仅呢到了如今的朝鲜半岛，压迫当地的土著韩人，并且建立了一个附属国叫做百济，更是让隋炀帝多次蒙羞，甚至最终断送了强盛的隋朝。那等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大唐才和韩人联手，共同灭掉了扶余人所建立的高句丽百济的大军。至此啊，东北一带就正式成为了中国的势力范围，而这个朝鲜半岛就归到了韩人，也就是如今朝鲜族的先祖了。而扶余这个民族呢，也就彻底的融入到了中朝两族，消失到了历史长河中。没想到啊，就在唐韩联军攻打百济的时候，日本这个大唐多年的好学生，竟然不顾一切的派了1000余艘战船攻打唐朝的联军，结果被唐朝100来艘小船打了一个灰飞烟灭，全军覆没，史称叫做白村江之战。其实啊，日本的大和政权一直就和这个百济关系很好，紧密的穿一条裤子，就连日本的古都奈良都是百济名字。好玩的是，当我们找到汉字音译的高句丽语的时候啊，扶余语惊奇的发现，他们叫3为密，叫5叫鱼刺，叫7叫南引，兔子叫乌斯谷，熊为公木，竟然和日语的3密5一字词，七娜娜兔子乌萨给熊库马出奇的相似。更为神奇的是啊，日本高频存在的O2系单倍群也同朝鲜收编大量扶余人的咸镜北道一带是非常吻合。当然，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日本的渡来人就是那一群从东北沿着日本海进入日本列岛的扶余人，但是日本却确实对着东北有着一种强烈的执着记忆。虽然让他们在白村江之战后沉寂了1000余年，却最终还是在这块宝地上给后来的中朝两国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我们当中有些人呐，逻辑这种东西是从来不存在于他们的脑子里的。谈到日本，虽然骂了人家祖宗18代，但是又特别乐意当人家的祖宗啊，仿佛让自己毫无希望的人生增添了一丝光明一样。其实如果从基因上来说，越南人和中国的基因其实更接近的，但是这种东西可勾不起这些祖宗爱好者的兴趣，因为这个后代可能比他自己家那个宝贝儿的未来还要平庸的很。而对于这些老营销号呢，虽然我知道你们要恰饭，问题是就给你们点的这帮人，你就是掏空他们的口袋，可能也不能让你的账目多出几个数呢啊。